你说此事与冷妃有关？他想起来那日在大街上看到的竹筒茶，还有那个和他拥有一样奇怪盒子莫名其妙在他寝宫出现的女子，目光深邃了起来。你是说他大闹公堂？如若不是遭遇了不公，谁又会去大闹公堂？道歉？既然之前办案有所偏袒，之后为何又忽然道歉？难道不是因为知晓了他的身份才道歉的吗？如若是个平民女子，岂不是任由你们欺凌？下官不敢。郭大人能偏袒他的远亲，朕就不能偏袒自己的妃子？怎么，你说出来还指望朕为你们做主？抱歉，是臣僭越了。臣只是担心郭大人在牢中，京兆府堆积着一大堆事情，不要因为这样一件小事而影响。怎么，没了郭大人，京兆府就不能转了？没了他，就尽快找闲人顶上去。他一个能偏袒自己亲属的人，能办好什么案子？滚出去！刘尚书简直连滚带爬，生怕这火气把自己给点着了，到时候自己的位子都不保了。小没良心的渣女，一出去就惹事，受了委屈也不回来跟朕说。抱歉。小骗子，哪怕你继续骗朕呢，怎么又不骗了？朕很好骗的。我去，这不是那个夜观星象？大师等一等。你是？听闻您能夜观星象，实得天机未卜先知。嗨，瞎讲，都是我乱猜的，你别听人家乱说。难道他认错人了？可是像他这样穿着一身白色道袍，又在将军府里大摇大摆走路的，除了那位传闻中的神秘大师，那还有谁呀？大师钓鱼只打饵不打窝吗？什么打饵，什么打窝？那跟我来。秦婉把他拉到了厨房，左手摊开，先挖了一大勺酒糟，再来一点剩饭团，再加蜂蜜、小茴香、碎肉末，一起揉成了一个大粉团。好了，走吧，把这个丢到湖里，保准让你今天满载而归。真的吗？你可不要骗我。秦婉直接帮他把窝料投掷在水里，这些东西都散发着浓烈的香气，混合着鱼爱吃的食物，能够把鱼群吸引到一窝。不过隔半个时辰再钓，效果最佳。下次可以提前放。钓吧。问吧，想知道什么？哎，青青，你在干嘛呢？哎，叔叔，过来。大师，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吗？他从哪儿来的？你还需要问我吗？调皮呀！就在秦婉觉得他是个江湖骗子的时候，他又高深莫测地说：一个不可说的地方，你现在还不敢说的地方。那他还能回去吗？马叔叔也点了点头，急切寻求答案。解铃还需系铃人，人从哪儿来的，就得到哪儿回去。秦婉一瞬间犹如醍醐灌顶。我是从一幅画中来的，要想回去，是否也要通过那幅画呀？这个你还要问我吗？赶紧找吧。青青，你还记得你家那幅古画长什么样子的吗？我怀疑这个朝代也有一幅，是不是那幅画就像是一道连通另外一个空间的门，在特定的时间会打开，所以找到画，我们是不是就能回去了？秦婉在心头苦笑，画他已经找到了，那如果找到了那幅画，又该怎么回去呢？你找到了，再来问我吧。青青，快出来！怎么啦？哎呀，你家狗皇帝来了！回去吧，有什么好看的？青青，
青青，皇上方才被蚊子咬伤了，这里离你的房间近，你去取点清凉膏。咬伤？蚊子？你个老六！皇上方才说，你是因为帮你好友开店的事，这些日子在宫外，过几日就回去了。是，不过过2日叔叔的火锅店也要开了，估计又得忙一阵子。那你忙完这阵子再回来。好。底下的叔叔奶茶是你那位朋友名字的谐音，那么玩玩火锅又是何意？秦婉顿时怔住，这自然是他自己的真实名字，可是此事又怎能与他说呢？这，回头我问问我那朋友。哎，看到没有？那是火锅店的马老板。哦，她可是冷将军的女人。啊？看到那柄剑了不？冷将军的剑给他镇场子的，一般人会给他剑？是啊是啊。还有，上回听郭大人的小舅子来闹事，把店都砸了，你猜怎么着？人家第2天就照常营业了。郭大人想保他小舅子，结果连郭大人一起进去了，那当真是一锅端啊！整郭大人现在还在天牢里吃糠呢。哦，皇上，臣是看在她是青青好友，又在京城举谋金的份上，才照应她一下的。她绝不是臣的女人。朕什么都没问你，为何冷将军要这般紧张着急跟朕解释？冷冽心想，我还没问你呢，为何那位马姑娘新店开业，你下朝就迫不及待地从宫中微服出来，还要硬拉上她？娘娘，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。哎呀，这不就回来了吗？不走啦，不走了。不走了吗？啊，参见皇上。你说的是真的？真的不走了吗？秦婉轻轻嗯了一声，躲避他的目光。冷青青，你给朕记住了，你是朕的妃子，在朕废了你之前，你生是朕的人，死是朕的鬼，不可以再擅自离开朕，知道吗？冷青青意外，这又是突然从哪里偷来的什么病娇剧本啊？你的心里有朕也好，没朕也好，你都是朕的妃子。虽然你的心里没有朕，那就换朕对你好，总有一天，朕会让你也喜欢上朕的。说完这句话，他耳尖微红，离开了。秦婉怔怔地站着，他刚才听到了什么？先是胁迫，再是表白。猜猜我们今天赚了多少钱？200两。格局打开。那1000两。哎呀，再打开。还能再打开？啊，负100两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店里的羊肉为了新鲜，都是伙计凌晨4、5点去集市采购的。前2天还好，但今天羊肉忽然翻了5倍的价格，整个集市都一样。那就只能先买了，按照原来的价格卖了1天。偏偏今天生意好，火锅店倒亏了100两。等明日啊，还不知道怎么办呢。这件事情一定有猫腻，就算是入冬，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涨5倍啊？我也觉得离谱，找人乔装成百姓去买羊肉，依然是比平时贵了5倍的价格。你找人也没用，别的饭馆采购的伙计他们都眼熟了，这一般百姓也不可能买这么多羊肉，一看就知道是你的人。眼下一定是有人在背后针对我们，应该还是和之前的事儿有关。他们明显知道碗碗火锅和叔叔奶茶是一个老板，他们想要用这种方式逼迫我们妥协。
哎呀，那青青，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啊？有我替你出头，冷将军用剑为你镇场子都没用，郭大人背后的水一定很深。现在我哥仍然在查他，他背后的人坐不住了，害怕我哥会查到他身上。他越是害怕，代表着背后的事儿越大，我就越要跟他刚。继续呗，这点钱老娘还是赔得起。赔什么钱？皇上，你要为民女做主啊！他巴拉巴拉的小嘴连珠炮弹一样，又把事情说了一遍。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吗？御膳房有专门的采购工人，以后帮你们采购一份，朕看看他们敢不敢跟朕涨价。哇，这是真的吗？谢谢皇上，谢谢皇上！怪不得我们家青青啊，老是夸您好，夸您帅，您是真的很厉害。我们青青有您啊，真是他的福气呢。江北雨淡淡的了一声，心想果然是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呐。一旁的秦婉已经尬到脚趾抠地了，这冤种闺蜜为了这点羊肉，真是把她卖得彻底呀。你哥还在查郭长斌？秦婉了一声，你让冷冽给朕视频。马叔叔立刻拿着手机去找冷冽。冷将军啊，冷将军！你这丫头怎么不知羞？哎呀，这有什么啊？哪个男人不长这样啊？又不是我故意要看你的。喏，你家皇上找你啊，要跟你视频。冷冽只好出门了，和往常一样，坐在那树杈子上整理了一下仪容，他给他拨了过去。哥，皇上，忠言逆耳，你不信微臣，自会有报应的。哥，怎么回事？皇上为什么要打你板子？你别管，快回去，这是我和皇上之间的事。你是我哥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皇上打你这么重的板子，我又岂能不管？你等着，我这就去找他算账。站住！大胆冷冽，不知悔改，还在金殿前辱骂朕，是不是想再挨20板子？皇上，朕已经收到无数弹劾，上将军冷冽仗着朕宠爱你的妹妹冷妃，打着清君侧的名义清除异己，你以为朕会色令智昏，任你为所欲为吗？臣所言句句属实。是，除了你，满朝文武都想谋逆，朕就是那最大的棒槌。冷将军身为一个将军，平日里好好练兵就是了，又何必狗拿耗子去管这些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？朕打你板子，只是给你个教训，你若再不悔悟，下次朕直接摘了你的脑袋。皇上。冷将军，这是青青从宫里送来的。马姑娘，老奴还有事情要做，你来帮将军上吧。啊！马叔叔表面上一脸蒙圈，实则暗自在窃喜，这可是光明正大的可以捏一捏他腹肌的机会。啊，冷将军，我来帮你上药吧。男女授受不亲，马姑娘你还未成亲，你上多有不便。你去帮我找个侍卫进来。哎呀，没关系，成大事当不拘小节，这不过是举手之劳，让侍卫上药对将军的威信恐怕会有影响。马叔叔偷笑，男人忍疼闷哼的样子最性感了，上个药搞得像在欺负他一样。不过真他妈带劲呐！这后背紧实的肌肉，还有这小山丘一样精瘦紧实的腹肌，轮廓分明，真的是太漂亮了。我伤的是后背，你捏我肚子干嘛？
不好意思啊，馋了，想捏，没忍住。嘿，啊，上完了，手上还有点多余的药，没地儿擦。冷冽信以为真，从袖中掏出一方洗得白净的帕子，递给他。用这个擦吧。马叔叔接过一看，这男人一看就很爱干净，雪白的手帕上还散发着淡淡的玉兰花的香气。那我先走啦，帕子等我洗完之后还给你。马叔叔闻了闻帕子，走了。等他走后，冷冽发现他带来的那瓶所谓的青青从宫里送来的药膏，和他府上的那瓶分明就是一模一样的嘛。这个女人，刚才莫不是在占我便宜？好像自从上次看过他擦身子之后，他看他的眼神就有点不一样了。他确定了，他就是在占他便宜，这个胆大包天的小色鬼。他又气又羞，心想以后绝不能再让他碰他身体。那个，借下你的手机，我有事要跟皇上联系。知道他对自己别有用心之后，见到他有几分尴尬不自在。可是这个是必须千金在皇上的寝殿才能联系上他的，你确定他现在在吗？是。哦，那我们走吧。第一遍拨过去，没有人接，冷冽神态落寞，他只能给秦婉传了封歌书。秦婉接到歌书了，知道这会儿他们两个人在冷战，自然不能以冷妃的身份去，匆匆换上了一套小太监的衣服。嘘，我靠！所有人都退下，你过来给朕捏肩。皇上，效果不错。臣挨了板子之后，下午那帮人又聚在茶楼了，聚在一起嘲讽着微臣。臣在茶楼里安排了细作，将他们的谈话全都记录下来了。自从上次北国的尚书徐广义出使江国后，又带来了几个细作，他们以做生意的名义盘桓在京城。有一个今天下午就跟他们在一块儿，他们计划着要倒卖在江国边境的一处铁矿场，以后暗自将铁矿石偷偷运送到北国，下个月就要行动了。冷将军辛苦了，身上还疼吗？冷冽心想，能不疼吗？就没说话。江北宇看了眼坐在小几边上像个仓鼠一样正在吃点心的小太监，知道他跟他汇报完轻轻就要走了，于是又硬是跟他找话题。你找些冰块冷敷一下，明日就故意出个朝吧，在家里好好休息。多谢皇上关心。你今日演得不错。皇上也一样。你府上的那位姑娘，新店开业生意如何了？冷冽看了眼坐在树下托着腮，已经困到小鸡打盹一样的人，心想：皇上莫不是针对这小色鬼动了什么心思？这可不行啊！他和青青是好姐妹，万一纳了他进宫和青青争宠怎么办？皇上，他生意怎样，微臣不知道，但臣为皇上鞠躬尽瘁，唯一私心只有希望皇上对臣的妹妹好一点，因为他对皇上一片真心，希望皇上不要辜负他。这样讲，他觉得还不够，于是下定决心。皇上，那位马姑娘岂止是臣心悦的女子？你醒了？马叔叔依然望着他。谢谢你，那今天就这样，晚安。你是说你喜欢我吗？那太棒了，我也挺喜欢你的。冷冽脑子懵了一下，心想，他能说他是不想让他进宫跟他妹妹争宠才这样跟皇上说的吗？可还没等他想好怎么说，他又凑过来吧唧吧唧在他脸上亲了2下。那你以后就是我男朋友了。你先下来。不，我的男人，我的马，我想咋耍就咋耍。我要你这样送我回房。我腰疼啊，马姑娘。马叔叔差点忘了，连忙从他身上跳了下来。
不过改牵他的手，一边牵还回头看了他一眼，美滋滋的傻笑。半夜，冷冽睡着睡着从床上坐了起来。不是，我真该死啊！另一边，小骗子，我又怎么了？连你哥都觉得你对朕一见倾心，痴心一片，连你哥都被你蒙在鼓里，小骗子！若不是因为你哥也不会这样忠于朕。臣子忠于皇上，本就是臣子的本分。只要皇上是一个明君，就会获得臣子的拥戴，和臣妾没有关系。那你觉得朕是一个明君吗？后宫不得干政。其实臣妾对皇上算不上了解，但感觉皇上算是吧。为何？因为皇上没有用军权逼迫臣妾，没有因为是皇上就凌驾于臣妾之上，对臣妾强取豪夺。其实朕也可以对你强取豪夺的，怎么不躲了？因为我知道皇上不会啊。臣妾也不是任人宰割的，如果皇上真的对臣妾强取豪夺，只怕是要失去臣妾了。哼，而且以后臣妾绝对不会再借给你小黑盒，让你和冷将军联系了，砸了也不借你。将军，您被贬职了，皇上刚下的旨，您被降了2级，现在成了骠骑将军。降吧。皇上，娘娘，您不能进去。皇上，皇上，你凭什么给臣妾的哥哥降职？来人，把冷妃娘娘带走。我不走，只要你不给我哥哥官复原职，我就不走。我承认那晚上和皇上吵架，偷跑出宫是我不对，但这跟臣妾的哥哥有什么关系？冷妃，后宫不得干政，这朝堂上的事，岂是你一个妇人能够掺和的？朕给冷冽降职，是因为他自己的原因，跟你和朕那点破事没有关系。你再到朕这边闹，朕就把你打入冷宫，带走。娘娘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冷将军遇刺了。冷将军今日下朝回府的时候遭遇了刺客，受了伤。今天将军遇刺的时候，我就在旁边，对方10几个人蒙着面，路过一段街市的时候，从屋顶跳了下来，每个人手上都拿着刀。将军原本每日出行都跟随着几个护卫还有暗卫的，今日经过闹市，是1月1度赶大集的日子，街上的百姓人多，护卫和暗卫都被冲散了，加上他前2日身上有伤，才被刺客趁虚而入。那时跟在将军身边的人只有我，他们没有想到我居然会武功，这才给将军争取了时间，等到他的护卫赶到。而等行刺结束，那些人摘掉面罩，直接引入了赶集的百姓中，根本抓不到人。江北宇听完，脸色骇然的可怕。今晚也觉得有点自责。朕在思考，冷将军最初的策略是否正确？所有的计划全部停止。皇上想让臣停止调查，让潜伏在朝廷里的细作为所欲为吗？半途而废，那臣的伤岂不是白受了？冷将军上次禀报的事，朕已经让朕的人在查了。冷将军是朝中的肱骨之臣，在朕心中，冷将军的生命安全比这个案子重要得多。冷冽望着江北宇，心中涌上一阵感动，但眼神中还是有些不放心。你为了查案子，把自己推向了风口浪尖。你在明面上，朕在暗，朕出手会比你方便。这几日你在府里好好养伤，就不必来上朝了。过2日，朕会下旨放了郭长斌，让他们愈加得意忘形，然后全部收网。有件事，我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什么？昨晚上，我看见冷妃穿着小太监的衣服，从皇上寝殿里出来了。什么？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其实，我想起之前冷妃也这样迷惑过皇上，于是
昨日偷偷换上小宫女的衣服，想潜到皇上的寝宫，谁知道刚准备进去，皇上就把所有人屏推了出去，说是要睡了。我就一直站在寝殿外边，心想着就这样离去也不甘心。远远的就见着一个人过来了，天黑模样没看得太清楚，但好像就是冷妃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这一定是那个小妖精迷惑人的手段？皇上现在不翻他的牌子，他想要用这个办法偷偷爬上皇上的床，挽回皇上的心。好不要脸的臭婊子！知道了，你们就当没看见，让他们混进来。朕倒要看看，他们究竟要打什么鬼主意。一会儿我先来，你把风。喜嫔有些不满，她也想先上的，奈何位分比淑妃低，没有说话的权利，就只得答应。皇上。淑妃心情激荡，轻轻唤了一声，发现龙榻上那个熟睡着的身影没有半点要醒来的意思。俩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，喜嫔从袖中掏出了准备好的香粉，轻手轻脚地打开了一旁的香炉。皇上没有反应，仍然背对着他躺着。他鼓起了勇气，伸手将他翻了过来，却看见了一张陌生的脸。你是何人？淑妃娘娘，这里是皇上的寝殿，我是皇上寝殿的侍卫。您问我你难受也没用啊，臣妾又不是医生。你等等啊，臣妾这就去给你找太医。帮帮朕！秦婉身子一僵，他要不要帮他呢？真要命啊！他不会真的要嘎了吧？青青。秦婉终是咬了咬牙，吹了灯。黑暗中，床榻上的男子嘴角露出了隐约的弧度，他正等待着。期待着，闭着眼睛等着他的吻落下。然而下一秒，感觉到一只柔软的小手隔着一条绢帕擒住了他。你在干什么？给皇上解毒啊！身为21世纪的新兴女性，见过跑的猪多了，总会无师自通一些奇奇怪怪的技能。江北雨额角的青筋突突突的跳着，只觉得羞耻。这是谁教你的？你放开朕！这可不可能啊！臣妾要是放开了，皇上岂不是要七窍流血而死了吗？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更何况救的还是皇上，臣妾今日真是功德无量啊！秦婉游刃有余。皇上，你忍一忍就好，很快的。快！冷青青，你对朕是不是有什么误解？没有误解。皇上，冷妃娘娘来了。谁来了？冷妃娘娘。哼，不见。冷妃娘娘，今日皇上身体不适，您先请回吧。有劳公公了，辛苦公公再替本宫传一句话。您说。你跟他说，本宫数3个数，3、2、1。皇上，冷妃娘娘还有一句话要转告您，本宫倒数3个数。什么话？3、2、1。江北雨沉了沉脸，最终道：“你让他进来。”哥又有新发现了。江北雨仍然沉着脸。将军府刚传来的消息，让我们与他视频。只是
这大白天的，臣妾又是被皇上厌弃，即将被打入冷宫的冷妃，怎么能找个理由进入皇上的寝殿呢？江北雨没好气地看了他一眼，起身走到了一个书架前。书架上有一个不起眼的花瓶，他转动了一下，书架就移开了，里面居然是一条暗道。青青，对方交易了。我们潜伏在万福茶楼的小二听到，那座江国边境的铁矿场在他们的运作下已经悄然易主，而作为酬劳，他们能得到北国那位尚书大人存在钱庄的3000两黄金。由于3000两数额较大，怕引起注意，因此都是一笔笔散户加起来的。这3000两将分成数百笔，多的10几两，少的只有2、3两。好狡猾的套路！他们取钱的地方在江国还是北国？在江国之取，九州钱庄。那就简单了，直接在九州钱庄附近几个做活的地方蹲守。如果朕没理解错的话，也就是说，他们手上有数百个账户，里面的钱都不是户主本人的。可是，如果在钱庄附近蹲守，你又如何知道来往钱庄的人哪些是取自己的钱，哪些是为他们取钱？秦婉知道，在现代有那种发布兼职的 QQ 群，有些人会在群里发消息，办银行卡200元日结，就是在利用那些人的银行卡洗钱。他们有几百个账户的钱需要人去钱庄支取，这可是大工程。这段时间，钱庄附近的工会一定有人发布这样的活，让闲人去把钱取出来的。现在皇上要做的就是顺藤摸瓜，将这笔钱截胡，对方自然跳脚。他们想玩灯下黑，可没想到九州钱庄就是暗自由江国皇室掌控的，主动权全在他们手里。冷将军辛苦了。臣没有辛苦，这个线索是马姑娘查到的。上次你告诉朕，你心悦马姑娘，你们之间还分你的我的。臣怎么样是臣的想法，马姑娘并没有答应。我答应了，我答应了。事情已禀明皇上，臣就不打扰皇上了。说完就仓促挂了视频。大胆冷冽，朕还没挂呢。你在笑什么？如若皇上按照臣妾说的方法，将这3000两黄金截胡，落袋为安，皇上可否给臣妾一个赏赐？你想让朕分你一点？不，臣妾想要的赏赐另有其他。你想要什么？江北雨觉得疑惑，他吃穿不愁，家里又有钱，能有什么赏赐是能让他开口跟他提的呢？难不成他是想要？只要是朕能满足你的，你想要，朕都可以满足你。皇上，臣妾想要皇上书房密室里的那幅画。冷青青，你野心不小啊！朕说过，那幅画是给朕的皇后的。臣妾没有这个野心，也自知以臣妾的德行与能力匹配不上这个皇后。臣妾为皇上借那幅画，只是单纯的出于对那幅画的喜欢。如果皇上愿意借给臣妾，臣妾一定会细心保管，用完就还给皇上。江北雨若有所思，用审视的深邃目光一直看着他。不知为何，听到他说对皇帝之位没有一点想法之后，心头涌上了淡淡的酸涩。哼，朕不借。朕说过，这是朕未来皇后的东西，借不借你，由她决定。哦，既然如此，那臣妾告退了。娘娘，这是皇上给你的。这难道是？秦婉心潮暗涌，转身回房，在灯下仔细查看。当卷轴打开，那幅熟悉的画露出来的时候，他下意识的呼吸一滞。不是说不见吗？皇上，东西已经平安送到娘娘手上了。他嗯了一声。如果一说借，马上就借了，那
那多没意思呀！这出其不意才能更让人惊喜。叔叔，画已到手，先联系府上那位先生，等先生来了，我马上带着画出宫。收到，不愧是你呀！啊，冷冽，你府上那个神神叨叨的穿着白衣服的钓鱼佬哪去了？人家是大师，什么神神叨叨的钓鱼佬？那位先生不住府上，就偶尔过来钓钓鱼。怎么？你问他做什么？那你有没有地址什么的？你有事了要找他，怎么跟他联系呢？要地址了也没用，他居无定所，有事了他自会来找我。我一般不主动联系他。怎么？你有事要找他？这……如果你真的有事要找他的话，我可以出动一些私兵，在全城帮你找。好啊，那太谢谢你了。冷冽一怔，再次憋了个大红脸。天刚蒙蒙亮，晚晚火锅店的门板就被人拍响了。守店的小二睡眼惺忪地开了门，见几个宫里来的人驮着个大板车来，将上面大块大块的鲜羊肉卸下来，扔门口就走了。不用大惊小怪，这些都是宫里负责御膳房采购的人。这些工人呢，明天早晨还会来给我们送货。我们从今以后都不用自己再去市场买高价的羊肉了。好嘞。冷冽刚好下朝回来，看见了火锅店的小二屁颠屁颠的从府里出来，拦住了他。是不是店里出什么事了？没出事儿。小二兴高采烈的把早上的事儿跟他说了。先前遇到这样的事为什么不说？这种事又何须皇上出手？还有，皇上明明知道他，皇上出手又是什么意思？难道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，还对他贼心不死，想两个一起收了？等明日宫里再来人的时候，就告诉宫里的人，不用送了。啊！小二一脸蒙圈。由于将军说的和掌柜的说的差异太大，就只能硬着头皮又折返回去跟他说了这个事儿。冷冽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冷家有田有地，有专门饲养猪羊牛的养殖场，根本吃不完，还需要让御膳房帮忙采购。那是你们冷家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你跟我讲了吗？一边说喜欢我，想嫁给我，一面勾搭皇上，出了事儿还跟皇上去诉过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出这事的时候，你不是还不是我男朋友吗？我能跟你说吗？而且是我跟青青视频的时候，皇上听到的，自己主动说要帮助我的，这我能拒绝吗？那现在你拒绝，从今以后，猪牛羊肉都从冷家的养殖场里出。马叔叔一时愣住了，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。马叔叔见好就收，呆呆地望着他，心想：好 Max 的男友力呀！那价格怎么算啊？你说呢？马叔叔不喜欢占人便宜，要真的不给钱，以后跟他吵架都要矮一截。我按正常的市场价给你啊。对，就是你家客厅的这幅画，画成灰我都认得。他又仔细端详了一下，说：不过这幅画现在看上去更新，想不到你爷爷花3个亿买的古画，最早在这个朝代就有了。难不成这幅画真的是连通我们世界和这里的纽带？那位先生呢？不在府上，冷冽帮我们去找了。秦婉注意到，他对冷冽的称呼已经从冷将军变成了冷冽，而且无比自然。你真得跟他在一起了？对啊。可是，如果真的能回去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来明日愁。在一起的时候好好相处，如果真的要回去了，那就好好告个别啊。秦婉愣住了。马姑娘，您要找的人，冷将军帮您找到了，冷将军让您过去看。走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大师，上次说的话我找着了。哦，拿出来看看。大师，就是这幅，您看。这幅画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你确定这幅画是真迹？我确定，这是真迹。姑娘，
你说你是从一幅画中来的，就是这一幅？马叔叔点了点头。你再仔细跟我说一下跟这幅画的渊源还有经历。马叔叔说了一遍，但还是有所防备，隐去了秦婉也是从这幅画里穿来的事。看见大师的眸光明显变深邃了，这一回他蹲下来，眼睛贴着桌沿又仔细看了看，恍然大悟。这幅画上用暗墨做了一个风水局，也就是一个道家阵法。当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，暗墨显现出来的时候，阵法也就启动了。你说你是在差不多亥时2刻的时候出现在这幅画面前被传送过来的，所以说这个阵法开启的时间就在亥时2刻。但为什么是亥时2刻呢？暗墨，亥时3刻其实不是关键，只要能让暗墨显现出来，就能开启阵法，是吗？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。暗墨怎样显现出来？愈潮、愈冷、愈酸、愈热，这几点通通都排除。他家的画只是挂那儿没人动，他就穿了。愈光，我好像记得我穿过来的时候，刚好有一缕月光照在那幅画上。对，特定角度的光照在那画上，就像一把钥匙，契合了暗墨，启动了画里的阵法，天时地利人和。所以说这幅画的确就是连通2个空间之间的通道，在特定的一个时间就会打开，只要将一缕特定角度的光照在画上，我就能回去了。你可以试试。好的，多谢大师。青青，我们有办法可以回去了。他为何要回去？不是只有你吗？马叔叔意识到自己失了言。你是说你们2个原本都不是这个世界里的人，都是通过这幅画来到这里的？马叔叔看向了秦婉，秦婉点了点头。奇怪了，我看他的面相推算出他的生辰八字，看得出他的确不是这里的人，可你的面相，你就是这里的人啊。秦婉的脑子瞬间嗡的一下，他率先认为自己莫非真的像他所说的一样，原本就来自这里，后来反应了过来，他是魂穿的冷清清。这位大师率先所见的还是冷清清的面相和身体，所以并不矛盾。他是皇上的冷妃啊，怎么可能不是这里人？他就逗你玩的。哦，调皮。青青，我们现在要尝试了吗？听刚才大师的意思，我们不必等到亥时3刻，是只要有一束光照在那画上，角度对了，补齐了阵法，就能启动阵法，对吗？怎么办？我紧张。我也紧张。马叔叔取来的铜镜，但还是有点犹犹豫豫。青青，你说我们假如真的找对了角度，是不是就这样唰的一下离开了，然后从此之后跟这里再无关系？也许，你说我们的世界和这里的时间换算的关系是，那里的1分钟相当于这里的12天，会不会我们回到原本的世界以后，才过了1分钟还没反应过来，这里就已经过了12天？假如我们回到原来的世界休息半个小时，这里就已经过去了1年，几个小时之后，他们就已经忘了我们，不过1天之后，他们就已至暮年，垂垂老矣。不知为何，秦婉的心已经开始疼了，就那么骤然疼了一下，脑子里浮现了江北宇的脸，傲娇的，忧伤的。青青，我们准备个几天，跟他们道个别离开走吧。去过将军府了。秦婉了一声。你哥的伤恢复得怎么样？好多了。怎么感觉你今天闷闷不乐的？有吗？秦婉感觉到奇怪，今天这么大的事解决了，她应该开心才对，怎么会闷闷不乐呢？瞎说。你来那么久都没玩你的黑盒子，发什么呆呢？外面太冷了，刚坐下，先暖一会儿。江北宇揶揄地望着他，谁知道秦婉竟主动上了他的榻，打开美颜相机和他一起拍了一张自拍。江北宇微微眯了眯眸子，觉得他今日有点反常。皇上，如果有一天臣妾离开了皇上，皇上会怎么样？会杀了哥，杀了你全家。秦婉暗暗心惊，心想还好他只是魂穿，
至少这个壳还在。你想跑？臣妾不跑。为了转移话题，今晚打开了抖音，结果第一个视频的 BGM 就着他满眼深意，今晚连滚带爬的滑掉了。下一个是一边，马叔叔在给冷冽换药。从前他都不给他碰，总说男女授受不亲，这2日才同意让他给他换药的。过几天我可能就要回去了。冷冽意外，回哪儿？回我自己的国家。那你的店呢？店随他去了。如果我走了没人管理，你看得上就收了吧。为什么突然要回去？因为我本来就是这里的匆匆过客呀。其实我知道冷将军并不喜欢我，只是不想让我进宫，害怕我跟青青争宠，这些我都知道。冷冽一脸意外，忽然感觉到心绪复杂。可是青青也在这里，你是她的好朋友，你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吗？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不会回来了。冷冽感觉到一颗心蓦地一沉，他忽然抓住他的手，腹肌给你摸，别走。青青，我长话短说，你知道马姑娘的家乡是在哪里吗？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。怎么了？她说她要回家了，再也不回来。看着他的表情没有什么意外，他又说，你已经知道了。突然之间莫名其妙就说要走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有人欺负他呢。今晚知道马叔叔一向坦坦荡荡，拿得起放得下的，于是说，他的故乡和这里的环境还有习俗差异还挺大的，如果他决定要回去，就让他回去吧。我没有要阻止他回去，只是这一切太过突然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陪他一起回去。秦婉震惊，这时一道声音从他们身后响起，谁要走啊？是青青的那位朋友马姑娘。江北宇负着手转眸看向秦婉的神色瞬间就不对了。他也要走？秦婉瞬间心虚，朕也好奇马姑娘的故乡是在哪个地方呢？为什么冷将军查了这么久都没有查到？难道这世界上还有明明存在却找不到的地方吗？自然是没有的，所以臣妾也不知道究竟在什么地方。他一直盯着他的脸，好像预感到他也要和马叔叔一起离开一样。秦婉发现了，虽然告别是一种礼貌和体面，有时候告别反而是种节外生枝，尤其是在江北宇这样聪明的男人面前。他决定了，今晚就走，再不走就跑不掉了。准备好，可以了吗？马上准备。马叔叔调整着镜子的角度，直到月光的角度和那一晚的就要对上了。马叔叔手上的铜镜却是一颤，落在了地上。秦婉，我还是有点舍不得。反正我们回去也没有什么事情做得，对吗？我们在这里待了那么久了，在我们现实的世界里，也不过是过去了15分钟。这15分钟，我们刷刷视频就过去了。即便再过15分钟再回去，对我们的生活也没有任何影响。他拿出手机，现在显示的时间是晚上9点44分，你过来的时候是晚上9点30分。他笑着说，你忘了我们经常半夜2、3点才睡的，现在才9点多。可是我们一旦回去了，再来这里就是沧海桑田。你的意思是我们先不走，再在这里待一段时间吗？是，我们是可以等到再过10年、20年，甚至30年再回去。即便这里过去了20、30年，我们的世界甚至还没有度过一天，可是等我们回到自己的世界，也变成了2个老太婆。这样我们回去还有意义吗？他就是这样理智而清醒。这一席话就像一泼凉水一样浇在了马叔叔的头顶。他又重新捡起了地上的铜镜，
正当他正要对准角度的时候，一个小宫女匆匆跑来。娘娘，不好了，皇上遇刺了，现在情况危急。那刺客抓到没啊？奴婢也不知道啊，皇上他现在就喊着想要见您呢。秦婉立刻提着裙子朝外赶去。娘娘，皇上不在寝殿，您别往那里跑啊。那他现在在哪儿呢？小宫女一路气喘吁吁地把他带到一个空旷的地方。秦婉正四处张望着，忽然砰的一声巨响，一朵烟花升空，在夜空绽放出无数火树银花。不比现代，烟花在古代是稀有之物，制作工艺也有限，不过在他看来已经十分精美了。今日是青青的生辰呢。不是，老娘以为你要嘎了，你给老娘整这死出。下一秒，工人鱼贯而来，手上端着御厨做的现代款式的蛋糕、点心、水果、美酒，还有几套黄金做的头面首饰，胭脂水粉摆了满满一桌。这是朕送你的礼物，祝你生辰快乐。接着，冷冽、齐嫔、小芝麻、小花生、小桂圆、冷饮，甚至还有那只大白雕都一起走了出来，像极了开生日派对。不是，今天也不是他生日啊。哦对，是冷清清的。虽然一开始是一整个意外和无语，可看见桌上的蛋糕、满桌漂亮的黄金首饰和胭脂水粉，他还是挺感动的。青青，从今以后，青青的每一个生辰，朕都陪你过，好不好？不知是谁推了一把，他直接被推到了狗皇帝的怀里。闻到他衣襟前熟悉的淡淡的香料气息，他不争气的鼻子一酸。从小到大，他都很理性，因为人一旦感性起来就要完蛋。可是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。烟花一个接一个的在头顶璀璨的夜空炸响，他做了一个决定：等到自己能做到割舍掉这里的一切，真正的能够做到坦然放下的时候，再回去吧。他来到江国，先是千方百计的想拍下那座茶楼，没拍下还不甘心，又在旁边租了个店。然后他与我们合作，主动奉上了北国的机密，却只要1000精兵。朕也没有想明白，看朕签下协议时他露出的表情，朕也觉得他是在套路朕，但细想也没什么好套路的。等朕把这份秘方给冷冽，让他锻造出兵器来，就知道是真是假了。回宫后，江北宇便拿着陆夜给他的锻造配方，让冷冽秘密冶炼。3日之后，一个北国同款的兵器就出现了，果然是锋利无比，开封后比一般的兵器要亮多了。好剑，好剑！冷冽拿着新剑满意的端详着，俩眼发光，立即就把这个新剑送进了宫中。皇上，按照配方铸造的兵器已经锻造完成，配方是真的，锻造出的兵器锋利无比，且貌似不像是铁，因为用磁石吸附，没有任何反应。这不就是不锈钢吗？不锈钢？如果臣妾没有猜错的话，此剑不但不会被磁石吸附，还不会被锈蚀，哪怕在水中浸泡3年，依然能不锈不钝。你说什么？不会锈蚀？江北宇眸光惊喜地望着他，眼中又带着些许的探究。你是如何得知这种兵器不会生锈的？青青猜的吧？从小家里的兵器就不少，他时常摸，一摸他就知道材质的好赖。原来如此，果然是将门子女。狗皇帝并没有深究，这个话题就这样过去了。但是秦婉心里却有着什么东西在翻涌。在这个时代，惊现不锈钢，马叔叔打了3个感叹号。真的，前段时间北国不是研制了新兵器吗？他们的兵器秒杀我们，材质居然是不锈钢。你说，在这个时代，
会不会出现了别的穿越者？或许是巧合呢，比如勾践的剑还是记忆合结，千年不腐。我们就算现代也达不到这样的工艺，古代也有许多登峰造极的铸剑师，或许他们只是偶然研制出了不锈钢。不锈钢是不锈耐酸钢的简称，是指在空气及各种侵蚀性较强的介质中耐蚀的一类钢种。冷将军，你仔细看看，你看能否按照这个对我们的兵器进行制造和改良？你好，我是隔壁的，可否买你几壶茶，连壶带走？喝完以后再给你把壶送过来。这个你得问我们老板。马姑娘，稀客呀！机变偶不变。陆叶看着他的目光奇异了起来，是那种意味不明的笑。马姑娘见我，为何总是说出这种意义不明的话？上次是这样，这一次还是这样。哎，看来不是啊。哎，万一穿越者想隐藏自己的身份，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穿越者呢？他的目光再次探寻地落在他身上，忽然发现在他的腰带下方右腿的位置上隐约有一个手机的轮廓。我操！啊，陆公子，敢问您这里是何物啊？马姑娘，男女有别，你盯着陆某人的哪里看呢？啊，我怀疑你是我同乡，你给我看一眼我就知道了，就一眼。他现在只想着戳穿他的身份，规规矩矩的问来问去肯定不行，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拿出来看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冷沉的嗓音蕴着昭然若揭的怒意，还有酸涩。马叔叔差一秒就抢到拿出来看了。哎呀，你来干嘛呀？我来干嘛？我还打扰到你们了是吗？如果我没来，就看不到你们在这里卿卿我我。冷将军可千万不要误会，我和马姑娘之间可什么事都没有。马姑娘美丽动人，聪慧可爱，虽然在下也很仰慕马姑娘，但也知道先来后到的道理，不会违背道德，夺人所爱的。这句话说完，冷冽的脸色唰的一下就变得更黑了。哈，您在胡说八道什么啊？我没有胡说，我对马姑娘的想法是我个人的意思，与马姑娘无关。冷将军千万不要误会，也不要责怪马姑娘。清楚了。啊，陆叶，你他妈有病吧？哎呀，冷冽，你一个大男人懂什么呀？出来呀，一起把话说清楚，别躲在里面不说话。无需多言，你要真喜欢他，本将军可以成全你。我喜欢个毛啊！啊，我们认识这么久了，你为什么要听一个陌生男人的一面之词啊？将军府里的丫鬟侍卫们一个个竖着耳朵在吃瓜。让他进来。既然你要把话说清楚，就好好解释清楚。你本就是开奶茶店的，店里茶水多的是，为何要去他的茶楼里买茶？哎呀，我的奶茶铺子在街西头，离那里有一段距离。还有，他若对你无意，为什么会把茶楼开在你客栈的旁边？因为他的目的啊，是那个客栈啊，你以为是我啊？那个客栈？那个客栈的地皮是镶了金还是镶了银？他5000多两银子也想要，脑子坏了。哎呀，就是啊，我也很想知道啊。马叔叔，你觉得这两个解释能说服本将军吗？本将军亲眼看见你往他身上扑的。如若说你对他无意，那么本将军现在就去砍死陆叶，你别拦着。啊，冷冽，你别乱来啊！他是北国的齐王，如果他真的死在这里，江国也不好交代的。管他是谁，挑衅本将军的都该死，给他脸了，本将军这就把他剁碎了包饺子。哎呀，那你就不想想清清吗？你可知道今日一时冲动会是什么后果？冷冽愣了一下，然后甩开他。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冷家有块免死金牌，到时候给他。哎呀，冷冽，你别去找那神经病，老子喜欢的是你，老子嫁给你还不行吗？
院子里一边干活一边竖着耳朵吃瓜的侍女和侍卫们，心里全都是哇哦的一声。冷冽还是不甘心，马叔叔又喊了一句：冷冽，你给老子站住！你再往外走一步，老子就不嫁给你了。冷冽这才停住脚步。马叔叔也不知道事情怎么突然就搞成这样子了，自己怎么就迷迷糊糊就答应嫁给了冷冽呢？原本想玩玩的，怎么突然就要在古代成亲了？娘娘，这是北国齐王的画像。咦？他立即带了这幅画像去找了狗皇帝。这件事，朕已经知道了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朕原本以为没有人有这么大胆子，敢在朕的面前假扮齐王的。所以他为什么要假扮齐王呢？这个齐王是不是假的另说，朕查过，北国有种易容术，可以改变人的容貌，变成与之前毫不相干的另一个人。秦婉一下子就想到了之前那位公主陆轩，那岂不就是李逵和李鬼？他找皇上共谋天下，还留了一手，就是怕万一皇上背刺于他，他也不是用齐王真实面容来的，这面具一摘，就可以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。更绝的是，这个齐王这个时候在北国正在大婚，在北国，王爷或者臣子大婚后，可以获得1个月的假期，这1个月可以用于陪心腹回门，和带心腹游山玩水。妙啊！那既然没人知道他来了江国，那我们偷偷嘎了他，会怎么样啊？嘎？就是把他杀了的意思。你为何想要杀了他？那自然是敲山震虎喽，给对方一个警告，别什么阿猫阿狗的都能踢着张脸跑到我们这儿来装神弄鬼。爱妃果然心狠，一招卸磨杀驴玩得得心应手，可他才刚刚给朕递了投名状，朕就杀了他，未免太不讲武德。况且他还与朕签订了协议。哼哼，谁说一定要皇上动手啦？陆夜醒来时已经被抓到了一处地下私牢里，身上被绑着绳索。你们是谁？一袭黑衣的暗无伤戴着半块遮掩住面容的面具，抱着臂站在他面前。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很好，找到了就懒得他动刑了。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要先听哪个呀？啊，坏的吧。我直接让皇上把陆夜抓了，从他身上的确搜到了一部手机。啊，所以他也是穿越的啊？那好的呢？好消息是，那是一部古老的诺基亚，有通话、短信，还有简单的拍照功能，可以玩贪吃蛇。但像素较低，不能上网，并且现在只有1点电了。哦，所以啊，他是凭着对现代的记忆制成的不锈钢。从他的手机型号看出，他过来的年代跟我们不同。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高新的科技，还没有互联网。但是为毛他手机现在还有电呢？那种手机应该不像我们这样的能利用太阳能吧？诺基亚的电池那么牛吗？应该是个理工男，在他的院子里发现了他自己搭的小型发电设备，他一直靠这个给自己的这个手机充电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套发电设备也被我截获了，我想想可不可以复制几个，用在我们新开的旅社和我们的奶茶店和火锅店里。但没有稳定的电力系统还是比较麻烦，所以只能先试验试验，看能用在什么地方吧。啊，马姑娘，将军说让你今日别去当差了，等他下朝回来，陪你去街上和你一起置办大婚时要用的物品。啊，这么快吗？他前日不过是为了哄住他随口说出的一句话，他这么快就准备和他成亲了？他这是一不小心上了条贼船。等很久了吧？
之前害怕你在府上待得不自在，才让你去当差。之后你就不用去了，这段时间好好准备大婚的事，以后你就是这府里的将军夫人。这么快的吗？婚姻不同儿戏，你确定不再好好考虑考虑啊？再跟我成亲吗？我年少从军，13岁于行伍之间，在军营里根本没有接触女人的机会。后来我一战成名，成为了一名将军，所接触的女人不是图名图利，就是图冷家的钱财，而你不同。啊？哪里不同啊？你图的是我的色，冷家的财富富可敌国，可你来了之后，却努力自己在京城开店创业，甚至愿意每日巡街当差，赚一点碎银子也乐此不疲。证明你压根儿没把冷家的钱财放在眼里。你的好友是宫里的宠妃，你与她相处自然，没有一点谄媚，证明你也不是图名图利的人。冷家就是需要像你这样品行的媳妇，而你又图我的色，这刚刚好。那如果我也图你的名利和财富呢？都要成亲了，将军府的一切还不都是你的？你不图谁图啊，小笨蛋？什么？昨日暗无商搜出的东西呢？被你独吞了？皇上都是臣妾的。你真是霸道啊！无奈的声音还带着些许的宠溺。下一秒，他却主动握住了他的手，把他拖到了房间里，让人掩上了门窗，这才拿出来递给了他。这个手机用旧了，已经斑驳掉漆。江美宇坐在他的榻上把玩，因为他已经会用秦婉的手机了，知道是触摸屏，可戳了半天，屏幕却没有反应。按键，他一眼按底下的键盘，屏幕才亮了起来，上面有提示按什么键解锁，连续按了2个键就解锁了，才在手上一会儿就跳出了电量不足的提示。就这也是个宝物？这也是个宝物。皇上，想要就拿走吧，省得说臣妾霸道。这要这个何用？用来砸核桃吗？秦婉揶揄地看着他，心想，如若狗皇帝没有用过他的手机，偶然间得到这个，一定也会视若珍宝。所以，为什么陆叶身上也会有这个？这个你应该问陆叶呀，问臣妾做什么？你敢让朕去问他吗？让朕杀了他，是害怕他会暴露你的秘密吧？臣妾有何秘密？你有何秘密，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不过。朕想告诉你，朕之所以相信你之前那些鬼话，并不是因为朕蠢，而是因为朕不想失去你，所以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朕是不会去问陆叶这个问题的。这个秘密，朕要等到你愿意亲口告诉朕的那一天。啊，这个东西你是从哪里来的呀？你是马叔叔身边的那个人。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。说吧，这个东西你是从哪里来的？呀，是我2年多前从一个拍卖会上花了300银子买的。怎么，有问题吗？秦婉意外。那你为何会发电呀？什么电？电又是什么？那这张发电机图纸你从哪里来的？啊，这是买这个东西的时候一起给我的。怎么，有问题吗？那卖你这个东西的人是谁啊？哎，拍卖会能知道这东西的原来主人是谁吗？秦婉眯起了眸子，这人相当狡猾呀。他让牢房里的暗卫退下了，对他说，这样吧，假如这首歌你能唱出来，我就无条件放了你，如何呀？什么歌？秦婉用手机播放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伴奏，观察着他的脸。陆叶一瞬间泪流满面。行了，答案已经显而易见了。想回去吗？他决定换一种策略。想念你的家人吗？假如你乖乖听话，
我就带你回去，如何？陆叶自知已经暴露，没有再做挣扎。哼，不想。哦，不想？你怎么会数年如一日的给你的诺基亚充电？还不是为了有一天能联系上家人吗？他看着他的眼神瞬间变了。哎呀，要是你能回去，你自己怎么不回去？啊，我才刚来这里，还没玩够呢，不想回去。不像你，已经来了这么久了。你要是不信我，那就算了，我也可以直接杀了你。你真能带我回去？能啊。你想知道什么？那万福茶楼里到底有什么秘密啊？事已至此，行动彻底失败，他觉得也没什么好隐藏的了。茶楼里藏着一个账本，里面记载着江国许多朝廷大员和北国私通、收受贿赂的真纸，每一笔交易的金额、谁、什么时间、收了什么、用于什么事，都记在上面。我原本想找到这个账本，掌握了这个账本，这些大臣也能为我所用。可没想到，最后茶楼被你们拍下了。这个账本原本是郭长斌为了自己官运亨通，也为自己留一条后路，指使他的小舅子在暗中记下的。没想到皇上变脸太快了，他才刚从牢里放出来，后一脚就被流放，谁都救不了他。哦，原来如此。秦婉恍然大悟，起身将他的手机又塞回他的衣襟里。若有其他人问起你这只手机，就是拍卖会上得的。说完，他便离去。